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爱组局的人，我经常和朋友们聊着聊着就越聊越深。这个时候要是我们刚才说的话都有记录下来了，那得多么的精彩。就是这个念头让我想要把我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场面能够让大家看到，像是跟自己的朋友推杯换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聊一些最近的心事，自己的想法。你会把你自己带入一个热血漫的女主角？我本热血，我不需要带入。所以你不会以一个文艺性的包装来想象自己吧？文艺性的包装，对啊，不要矫情。哎，我又想哭。这时候他孩子就敲门回来了。他家我受不了了。他7岁的孩子又敲门回来了。就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在现在我会在想，我长这么大，我在努力什么？我在努力，我就要一份自由。快一点，快一点！你是能不能行？你是站门上了吗？我就在这一直望，你知道吗？怎么？我就一直在等你来，我一直在这张望。我来的怎么着？可以吗？可以，风尘仆仆。哇，你这也可以啊！本来不想穿黑的，后来一想，你这沙发是白的，我觉得能穿。这有点暗。那怎么着？你有没有短袖给我找一件？我有一件特别适合你的短袖，真的超适合你，只有你能穿，我都不行。你给我找一件，我这有点热，真的。欢迎来到这期的姐姐快醒醒。那在以往的节目里面，一般都是别人喊我快醒醒，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我跟他说：“哎，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今天又是一个闺蜜局呢，我请到了一个跟我相爱相杀挺多年的朋友赵梦来到现场。哎，谁跟你杀了？如果你一般要自我介绍，你要怎么说？太尴尬了太刻意了，不要介绍了，不要介绍了。哇，她是滚圈一姐赵梦，然后她是新裤子乐队的贝斯手以及闪星乐队的主唱，是我真的为数不多的滚圈人脉，所以今天我们把她请到现场。哎，要聊什么呢？好像聊的也和滚圈没有什么关系。你想听什么？所以你对于我这么介绍你是 OK 的吗？我听多了，反正我已经不自在了已经不自在了吗？对，好热呀！来，这就是来跟大家亮一下啊，这是某人的衣服啊。对，因为今天梦姐穿了一个黑色的衣服来，然后在这个深红色的沙发上呢，就显得有点暗。没有啊，就是热。纯粹就是热。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他觉得有点热，然后我现在也热呀，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件我衣柜里面的衣服，哎，正好看到，哇，我说这个还挺适合你的。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安排。在浪姐的时候，我们当时不是都有动物素吗？你知道你的动物素是鼠鼠吗？当时我看到过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问你嘛，我不是去动物园，我说我问你，你觉得你像什么动物？你当时觉得自己像火烈鸟。你问我最喜欢什么动物，你没问我觉得我像什么。那我现在问你，你觉得你像什么？我像一个我喜欢猫或者是虎，豹猫。你觉得你自己像猫吗？你不是你找一个品种啊，你找一个厉害点的品种呗。所以你对你自己认知是你是一个厉害的人，就挺厉害的呀，脾气不好呀。你最近一次发脾气什么时候？最近一次发脾气什么时候？好久没发脾气了。那你为什么能得出你觉得你自己是个脾气不好的人？一定是有些时刻你会感觉到，或者别人告诉你，哎，你这样
我就是一般啊，就是大部分的事儿我都可以忍。你要是就是把我一惹急了的话，我可能哐当直接一下就翻脸了，而且会特别吓人，而且会把人损得五体投地。那你是那种翻脸快，但是收的也快的吗？对呀，我就分得很清啊，就是这是对事儿不对人嘛。那比如说我今天跟你大吵一架，咱俩都处在那种争吵之后对彼此有一点怨言的那种情况下，你会是主动就是抛出一些信息要跟我和好的吗？一般不可能大吵，除非是你刚刚都说了，要是把你惹到一个点上，你会爆发吗？像这种奇葩的人不多。一般不会，我会就是正经的，就是剖析这个事儿，好好去说，就不会让对方到那种就是非得吵的地步，一般也不会吵。这听起来你脾气挺好的呀。我认为我脾气还行。你刚才说你是个厉害的人，你说你脾气不好？不是，我认为我大部分的时候脾气还可以，但是确实就是，要是发起火来，确实也是个厉害的人，确实也不能瞒着说我脾气特别好，不是。我之所以想要跟张梦来聊这句，也是因为虽然我们常聚，但我们好像真的没有说探寻过彼此。是吧？确实。为什么呢？你跟别人探寻过彼此吗？会啊。所有人都探寻吗？没有，也不是所有人，就是有时候你会说一些秘密也好，然后说一些比如说对咱俩相互之间的秘密，我真的咱们彼此知道太多了。但我们不会把秘密当做就是交际筹码，就有时候秘密是一种通货，就交际通货。就比如说我想跟你接近的时候，我就会抛出一个先有一点秘密的秘密，然后去试探一下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哦。然后你可能也会你想他都告诉我一个这么隐私的事儿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就认识这么久，我不是这种人。那你是什么？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要获得什么一样，就是去问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你问出的时候，那如果特别实在的人，他可能就会全盘托出。那有一些就是特别聪明的一些人，就是或者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人，他就会什么都不提，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自己想说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说，所以我不会去主动去那么好奇别人的隐私。你不好奇我吗？你也挺好奇的呀。不是你，不是你。你的这个情况是，你就不用等着你问什么，咱们玩游戏全部都就知道了。让你知道的太容易了，你还是喜欢。但是我也说了很多我的事儿啊。你说那算深聊吗？我们好像不算，没有什么深聊，几乎没有深聊。我在想是为什么？因为你爱玩儿。你的意思是每次咱们就是以玩的形式去进行了这个局？对，咱们每回就特别轻松，就是玩嘛。上回你过生日的时候，那不后来咱们不是也聊不少吗？聊挺多。是。但我感觉在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是属于相对更捧哏一点的角色。捧哏呢？就是你不会作为聊天的中心，但是比如说你听到大家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给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是的，你不太是会描述自己经历的事情的人。跟你录这次我还挺忐忑的。不擅长当主角。你忐忑什么？万一我问你个什么，你说对，那我不就亮在这儿了吗？我的上一句就是对。但其实你在舞台上，你是一个会寻求光芒的人，你不会是希望就是被引下去成为别人的配角的人。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在哪儿都不会被。我觉得我在哪儿，我觉得我在哪儿都黑不了。
哎，不能这么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咱们全世界来看，或者国内都会觉得只有主唱嘛，才是最抢眼的嘛，或者是就是无论什么场合都大家都争着往前上，我看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男还是女，你自己要是比较自信，或者是就是你站在哪儿都会有人看到你的，这个东西不是你去寻求来的。你自我评价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站在舞台上必须要自信，特别是像摇滚啊或者嘻哈这种，你要是站在台上就是这个音乐都不太成立。站在舞台上必须要自信。你私生活里头，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吧，也可能有的人没有吧，反正我有这种时候。你大概怀疑的内容是什么？你因为什么怀疑自己？就比如说我自己那个乐队，闪星啊，就是说他的风格原因可能不是当下最受欢迎的，也不是现在这几年音乐节里面最受欢迎的那种风格，你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自己就是真的就是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对。但你也知道，它不是因为你选择的音乐本身风格不是现在时兴的音乐风格吗？就像我们做 Mr. Miss 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就知道 ，OK， 这肯定不是说能在就是主流市场就是成为这么大家纷纷喜爱的音乐风格。为什么不能呢？我觉得挺好的呀。比我们强吧，我觉得这个风格的这个对于大众的这个接受度。但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我跟你不能算一个年代的人了吗？不是你说咱们这个年代，对呀，然后反正就是咱们那个年代 ，emo 还是一个比较火的风格的。是你还听，你确实听，你也有一些喜欢的乐队。对呀，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当时看我爱摇滚乐，里面就介绍好多那种北京的朋克乐队，什么蜜三刀啊，我现在都还记得。那种 old school 嘛。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属于音乐的？自己属于音乐，或者音乐属于你？就是你认定音乐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中学的时候开始听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就是我们班上所有的可能对我有印象的，提起我来，估计都是戴着个耳机听歌，就上课也听那种的，就天天听，就是每天要装很多电池，就听没电了就换，然后就是再没电了就拿牙咬，就是那种的。拿牙咬，我的天！对呀，你不知道吗？早年间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传统的。对呀，偏方咬一咬就还能听一会儿。但喜欢音乐和想做音乐还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对，是。那你怎么把它转变成了你要从事这个行业？就是初中的时候，就是喜欢一个乐团嘛，彩虹乐团嘛，就是然后就开始学贝斯了嘛，学贝斯，然后后来去迷笛了，开始组乐队，就这样吧。好，我们节目有一个传统，就是要看看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和收藏了什么。我一般就是把那个收藏发给我自己，发微信上发给自己，但是然后他就掉进了我自己就是那个对话框里，就石沉大海。天哪，好难啊，是吧？亲测有效，做完更快入睡，早起不强。真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折磨你很多年的一个对老病根儿了。唯一真的这无法克服，真的。但讲道理，赵梦真的是我的朋友圈里面最健康的人了，就是他基本上所有的恶习都不沾染，唯一有的就是睡觉这个事儿，睡觉晚搞不了。就这个睡觉，你这不睡吗？把所有的其他的好全部都
抵消了，你懂吗？所以你在睡不着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是睡不着，还是你根本没有尝试去睡？有的时候是入睡比较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困的都不行了，我也不想睡，就是要把自己耗没电我才睡。你都困得不行了，那不就已经是没电了吗？你要负电量才，就是必须要自动关机，必须要自动关机，要坚持一会儿。对，那我觉得你可以跟我去攀岩，就咱们搞一点，就是你还是得有体力运动。可以。你为了睡觉，你有做过什么努力吗？最近的一次的努力就是不行，我觉得我得多晒晒太阳，我得出去运动。所以我就出去骑自行车，从我们家骑到了奥森。所以那晚上你能睡得更好吗？睡还是挺晚的，但是比之前好一点。骑到了奥森，然后我又走了6-7公里。所以你是一个很高精力的人。就是我只能说就我这个能量比较难消耗掉。就可能得干很多事才能服了，才能真的不行了就。你在不睡觉的时候，你会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刷手机吗？我有的时候就看一些现场视频，或者是学东西，我所谓的学东西，然后一些好奇的事儿。再不就是今年对那个嘶吼感兴趣。就是黑嗓吗？嘶吼分很多种。黑嗓我不了解。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就是3-4点的时候还在家里，3-4点还在家里嘶吼吗？你们小区隔音效果挺好啊。我觉得我头顶上床对面上这那一户肯定估计这家有点变态。我有的时候会看一些学唱歌的视频，也会在家半夜也会练。我觉得你们小区挺好的，我要是这么干，我一定被楼下猛猛敲门。还好，还真没找过我。所以你不会有什么精神内耗，对吗？你就是只是纯睡不着。因为有些人睡不着，是因为他不断的就是脑子里面去浮现一些。有啊，乐队有事儿的时候，我就是说会睡不着，就老感觉有事儿，就是一会儿就得醒，醒了就处理很多事儿。你收藏这个要好好活，有趣的活着。而且他的活还是带了儿化音的，要好好活。他出去旅行的那个 vlog， 我觉得就是特别向往，可能就是我喜欢，我就收藏了。所以你觉得旅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一般喜欢去大自然一点的地方，接近大自然，放松能量，然后吧，反倒会睡得早。反倒会规律一点，因为你每天要起来的早点，这一天都很充实。是因为它离开了你本身的这种生活结构吗？当然了，那我平时多宅呀，我就宅在家里独居嘛。就是你旅行的话，你出去就是会感受陌生的环境，然后还有能量呀什么的。什么样的能量呢？你会觉得，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去自然里面旅行，他会感觉身体被净化。对，净化、治愈啊。就喜欢绿色的地方。你是一个很追求新鲜感的人吗？我可能是好奇吧，我不会为了这个而不顾一切，但是有机会我就会去探索未知。天哪，你这个词像广告词，探索未知，朋友们。我真的是没干过的事儿，我都想试试。你最近最想尝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开飞机。开飞机，就是直升机。对，我要开的，但是我一直没空呢，我就要去的。所以你是一个需要外部刺激的人。他给你的快乐是一种情绪刺激吗？不一定是外部刺激，就是我自己也会有很多的感悟，就是会通过特别细小的事儿，特别小的瞬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比如说，当你没有想法的时候，当你觉得现在的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就走出去，那一定就会有一些结果，会有一些新的刺激。
就是他就会有变动，我就觉得。因为从你这么爱野的鹿，我会觉得就是一种对于生命力的追求和向往嘛。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最能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充满了生命力？舞台上吗？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听到了一首我喜欢听的音乐，的某一个瞬间，比如说今天一醒，然后我看到窗外的阳光非常好，比如说，在室外的街上，我们要去压马路什么的，就是有很多会觉得有生命力，就是感觉你活着的感觉。你觉得你是一个叛逆的人吗？我相当叛逆，好不好？你觉得你是一个叛逆的人？对呀，就叛逆在我说什么你要反着来的那种吗？你的叛逆在哪些部分呢？你觉得？方方面面吧。也不是了，反正就是我挺叛逆的。你对于你人生道路的选择，你觉得是一种叛逆吗？对于我父母来讲，可能是叛逆吧，因为我就喜欢这个，但是我不是为了跟他们对着干，但是他们不喜欢我干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叛逆吧。所以当你选择做这个的时候，你是要再反叛一些什么吗？没有啊。没有吗？就喜欢呢。反叛什么？你一开始就喜欢的是 emo 对不对？朋克。对，一开始是主要确切的说是喜欢好听的旋律。但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都有好听旋律啊，那爵士有很多好听旋律。那你选择了朋克作为你的挚爱的音乐类型，一定是它会有一些打动你的点。热血，青春。你会把你自己带入一个热血漫的女主角吗？我本热血，我不需要带入。所以你不会以一个文艺性的包装来想象自己吧？文艺性的包装，对啊，不要矫情。所以你跟我当朋友是因为什么？就是我哪一瞬间有打动到你吗？我其实特别好奇。你快说说。我觉得就是这人你还是挺安静的，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啊，就不是那么疯，是个稳当一点的人。哇，第一次有人这么评价我，我真的头一回被人觉得是一个稳定的人。就是我不是特喜欢就是人来疯那种的。就是比如说就快速的想在一群人当中，就是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还是能沉得住气的，就是不是特欠儿的，你知道吗？我记得当时在浪姐的时候，我特别记得你说一句话，你说我们好像都是属于那种跟人交流的时候低状态的人，你记得这个吗？我们某一次吃饭的时候，不记得，当时组完队，你说我们平时说话都是这种，就是比较低的状态的，然后你说这个让你会比较舒服。对，就是在一起待着没什么压力。这个年头能找一个说待在一起，然后还没什么压力，也不用紧张的要组织话语，还愿意在一起的人，对于我来讲，就这个份额就真的就算是可以了，真的。你有没有好奇我为什么喜欢你啊？你说一说，你是怎么看待我这个人的？我觉得你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感，觉得你是那种贼拉酷，然后也不爱理人，然后对于所有事情都看得贼清楚、贼透彻，然后看透世事。然后再者，我是觉得，因为我们俩成长路径又很不一样，就是你身上有一种无来由的不管不顾感。
不管这个我觉得我很难达到。不是曾经有一个私下的局，你就说，因为当时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不知道，就是他以这个脏话的形式去跟你开玩笑嘛，然后你就非常直接的当下或者之后就告诉他你对这个事情不喜欢不满意，你记得这事儿不？我当时就说，我操，这个女生内核还挺稳的，她一点没有就是这种要为了做面子上而去让自己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到这个30多个人的这种场合，我会希望 OK， 我是一个能够在里面不要就是有刺儿去刺到别人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可能我遇到这种情况就那算了吧，就是也就算了。那这事儿你要是摊上，你肯定也受不了吧？我哪怕我可能会难受，但是我不会说。你不会说啊？不会。嗨，那可能就是后面氛围到了就说开了呗。所以我就觉得挺我明白你的点了，就是我很多事儿我是忍不了的，就是我会为了就是朋友好而很多事儿也不去计较呀，就不要把它往心里去，有些事儿别太较真儿。所以说，从2个方面上来看，你有包容过我什么事儿吗？就是我包容你太多了，好不好？就是那些你没有说、你没有告诉我的，你现在告诉我一些。我不光也不是包容，就是很多事儿，就是我会就是我就会愿意去做，就是因为我本来也是比较就是付出型的人格嘛，就是那咱们出去，我什么规划干什么，那不都我弄吗？你就说的像我这就是完全就是我也是有做规划的，好不好？只是没有成型。你这个规划，你是跟可能比你那个还屁的人，对，所以你就规划了。我从小好像就是别人认为你不可以的事儿，别人觉得你不行的，或者是就是我就很多我都是拧着来，我也不听。你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那会儿就是让女生就是要扎头发，你要不扎头发，你就要把头发剪得短一点，你不能披着头发。我是又不扎也不剪。但你不扎与不剪是出于就是因为他这么要求了你，而你逆着他走，还是你本身觉得这样你最舒服？不是故意跟他逆着干的，是就是我真觉得我扎头发不好看，因为确实我也没怎么扎过头发，然后就是舒服。再一个，我也觉得确实扎头发不好看。所以你在做乐队的时候，你周围有阻力吗？周围有什么阻力？阻力太多了呀。比如是什么？阻力就是因为首先乐队它就是玩的是人嘛。我今天活不下去了，吃不上饭了，我明天我那个要回家，那个怎么地了？你是怎么加入新裤子的？就是我那是09年的时候，就是还是我过生日的那天，然后来了一个电话，说你愿意来新裤子试一下吗？然后第2天我就去排练了。陕星又是出于一个什么？是在裤子之前08年的时候那会儿。然后这是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呀，所以是先有的陕星。对呀，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就是所以说也是最比较接近我的。你对陕星的期待是什么？因为其实陕星对你来说是一个更自己 baby 的自己孩子的状态，对吧？这可能更加我一点吧。再一个就是，毕竟裤子就是我操心的事儿不是特别多，而且工作人员也多。陕星的话，就感觉我自己要努力的地方太多了。就是唱歌呀，比如说我还想练嘶吼呀，然后那你比如说舞台啊，或者是作品啊什么的，就是这个乐队呀什么的，我就感觉我就是那个妈。同时经营2个乐队是什么感受？我特别好奇。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就是一边是我放不下的，就是贝斯嘛。你就说，比如说有一天
你跟我说你不弹贝斯了，你只玩一个乐队，那我会因为我弹不了贝斯而失落，就我会难过呢。就也还少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在陕西你也可以弹贝斯？我也可以弹呢，但是问题是，就是我们那个贝斯就太难了，你有的时候分家分不了。因为你是属于被列在这个滚圈 top 的乐手里吧 top 的乐手里头，不，就是我会总在一些盘点里面看到你。那可能那盘点里面是跟女的有关吧。对，你怎么看这事儿？你每次刷，你肯定也会刷到吧？对，会刷到。没怎么看呢，得有啊！你都努力了这么多年，他还不写上你，那你这白混了。这又是什么？他用脚步连成的线路缝合了每一颗破碎的心。我印象当中哈，这好像是他孩子。就是一个老头儿，他孩子好像就是去世了。对，他就是一直在路上，然后就一直走，就遇到不同的人，我觉得挺感动的，这是我想点赞的。其实这样我就这种东西，我觉得挺感动的。你是一个泪点低的人吗？我会被很多就是那种电影剧。你最近看哪个电影你哭了？上一次哭就是那个，我不跟你说的那个情感价值嘛。对啊，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电影我分了2次看完的。就是我在跟你说这个电影的时候，那时候我看了一半，我说我还没看完。然后到后来呢，我就有一天我要把它看完嘛。我要把它看完，我就又接着看了。但是就是我就是接着看完了之后。我看到就最后的时候，我看到就是最后一幕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哭花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有点夸张，就痛哭。就是我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然后到后面这个电影看完以后，我又去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的注解。他其实讲的就是创伤嘛，情感的创伤。然后就是你比如说他那个女儿觉得自己7岁的时候被爸爸离家出走，不是离家出走，就是他爸就走了嘛。你觉得你被抛下了，但其实最后的一幕就是他爸不是要拍这个电影吗？他拍这电影是他自己的童年嘛。那电影的最后的一幕就是他说服他女儿来演他的电影的时候。然后呢，他离家走的那一天呢，就是去上学的那天，就还原这个场景嘛。他就是说妈妈我走了，然后他就出门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要进到屋里，就要进那个屋里，就要开始准备要上吊自杀了，你知道吗？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孩子又当当当敲门又回来了，回来了说我忘拿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然后他又再一次走了，就是那个过程你知道有多么的恐怖吗？就是当一个人在一心求死的时候，在一心我要奔进这个房间的这个尽头，我就要走，他就什么都不顾了，我就要走了的时候，这时候他孩子，哎，我又想哭。这时候他孩子就敲门回来了，我受不了了。他7岁的孩子又敲门回来了，就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就也没把他拉回来。然后呢，他孩子又走了的时候，他就接着上吊了嘛。就是这个剧里，就是不是那个电影里呢，就是他女儿就一直觉得他自己是被父亲抛弃了的童年嘛。但是其实他不知道，他爸更惨的是在那个战争的年代，他7岁，他妈就上吊了，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他爸的成长环境更糟糕。但是这不是值得鼓励的哈。你比如说，当你小时候7岁的时候，你受到了创伤，那你可能长大了，你应该好好对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不是鼓励的，但是就是他那个东西，就是最后就让我特别受不了。所以他父亲是为什么离开他呢？他是他自己的成长环境，他就是他父亲在劝他说：“你来。”说你那个什么来演我的电影吧，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通话的时候嘛，
他给他闺女打过一通电话，他不是他的小女儿邀请他去看他大女儿的话剧的时候，他爸给他打电话了，说你不了解我，就是反正就是大概这个就是我真的有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些无法面对的一些什么什么，就是他爸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他爸的这个情感的世界是从小就是创伤的，但很多事儿他是面对不了的，所以说就是他选择离开家嘛，离开家，然后他就没回来过嘛。但最后难道他们和解了？对呀，也就是在那一幕的时候，他的大女儿来演他7岁的，就是来演那一幕的时候，他才真的当下他才感受到他爸就是那个电影里头拍他俩就是对视啊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让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不会以一个对于父亲的爱的方式去重新爱回你，但是我可以以一个人的方式共情你的苦难。所以你是生长在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的，对不对？对，挺好。但你会对这种痛觉有想象？我觉得我的家庭挺幸福的，但是其实我们山东嘛，就是也跟地方没有关系了，就是父母就是反正我从小挨揍挨到大，我不知道你挨不挨揍，反正我挨揍。我会在一些很突如其来的情况挨揍，我甚至都没有准备。那为啥呢？太皮了？不是皮，我从小都不太皮。那为什么会挨揍呢？我就记得比较清楚，就是有一次我出去画画，然后我画的那个画和我爸说我画斜了，画一个塔，就是写生，画一个塔，我爸说我画斜了，我说我没有，然后我们就相持不下，然后他就一脚把我凳子踢了。不是，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应该挨更多的揍啊。为啥？就是他说你画斜了，你说你没有画斜，你就会挨揍的话，那岂不是很多地方都会挨揍？但就其他就还好，还好，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场景下会出现，而且我基本上能记得原因的，好像也就只有这一次。你让我回忆，那可太多了，真的。但其实好像比起被揍，我看到别人失望的，看到家人失望的眼神，是我更难受的。我宁可他揍我一顿。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天哪，失望。你在意他们，你怕他们失望对你？就我记得我当时不是有学竹笛嘛，就家人给我报一个竹笛班，然后后来我就可不想去，我就不去。然后每次我说我去了，但是我其实没去，我去别的地方玩了，然后就被他们发现了。然后我妈也没有怎么着，她就是沉默的，就坐在房间里面非常沉默的。那你是好乖的孩子。就用一种很失望的眼神看着我，我就特别难受。他也没骂你，也没说你。哇，我觉得这种可能挨说了就挨揍了，可能挨骂了就。至于挨揍这件事情，在你看来会影响你后面处事的方式吗？因为它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一种。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你教育一个孩子，你看你是要一个结果。你是要让他学会这个事儿，还是你就是要弄他，对吧？但我小时候确实挺皮的。你说你刚才这个，我想起一个小时候，就是学校让写作文，我的爸爸妈妈什么的，我写的那些就全是不好，他们怎么打我什么什么这那的，然后正好这篇作文被我妈看见了，好家伙，真的给我骂的呀，给我说的呀，真的让我重新写，然后我就在那哭着写。就哭着非得编一些我觉得他们好的地儿，然后叭写出来，特别的违心，写出来了以后，然后我妈看完特别满意，然后这事儿就了了。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事儿。你后来有跟你妈聊过这事儿吗？没有，我小时候特别皮，我确实挺皮的。你怎么算皮啊？就是那个钥匙拴脖子上都会丢那种。丢东西这都很就是很皮呀。你比如说就是把我妈的那个就结婚的那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结婚就是那个就表嘛，手表就像是钻戒一样的那样的东西，给偷着带出去了，然后就找不着了。
是点欠揍啊。哦，是啊，很多这种时候。曾经小时候你没有怀疑过他们不爱你这件事情吗？哎呀，我就觉得真的，他们怎么这么对我？有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我过生日的时候，比如说我特喜欢我二姨，我二姨从小就哄我嘛，然后我就会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二姨就来了，我二姨就是我妈的妹妹嘛，她来了，我就会希望她留在我家陪我睡，然后我就死活想让她留下，然后她就不留，然后我爸我妈反正就是我爸我妈就生气，我就哭。然后他们就打我，你知道吗？我就闹，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过生日今天，我爸说你过生日怎么了？你现在说起这件事情，居然可以笑出来，你好厉害啊！这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就不会影响你对于他们的认知，就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就哪怕在这种情况下，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对你的爱。小时候都不想这些。小时候那傻，哪会怀疑什么他们爱不爱？我就知道我小时候恨，我恨到什么程度？就那照片啊，就那以前的照片，我就经常有我们家很多照片，我爸我妈的脸都是被划掉的，就是拿那个就是有的是拿那个油笔蓝色的就给划了，有的是直接就划开了，就泛白了都。然后我就小时候在那个铅笔盒上刻恨字。但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种对抗，就这种张力，在当下在你小时候的时候就被消解了，所以它不至于伴你到以后。什么对抗？那是我自己的对抗，对他们有什么作用？但它处于一种属于你的情绪的一种，你知道吗？在现在我会在想，我长这么大，我在努力什么？我在努力，我就要一份自由，就要一份就是谁都管不了我，谁都别想管我的自由。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喜欢，是一个掌控欲特别强的一个人。但是通过慢慢长大，因为我一直在修炼自己嘛，希望自己就是更平静、更安静。然后就是我会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东西是你控制不了的，但你唯独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所以就是你通过改变你自己，通过跟自己和解来去面对这个世界。你能比较清楚的记得有人曾经想以什么方式 PUA 你吗？我说你在我的这个行当当中，就是那肯定是玩乐队嘛，玩摇滚的嘛，肯定还是男性比较多。你就是会，你比如说，就是我也说过这个，就是会有我知道以前就是有家里的那个家长说，哎呀，说我这个说赵梦真挺棒的哈。那然后那朋友就会跟那个这朋友，然后呢，朋友就会跟家里，就是他们家里人跟说，哎呀，都是因为她是女的。哦，是你的朋友在他家人夸你的时候，他去跟他家人说，都是因为她是女的。对，都是因为她是女的，就是我就是会。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无形的很多，就是你就会觉得，是，即便你已经把自己锻造的很强了，但是呢，他们还是想从各个方面让你觉得你就是不行。你说起这个，我也想到我当时初中毕业嘛，我初中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啊，就不是那种很重点的学校，但我高中考去了一个市重点。就某一次我们要考上这个市重点的同学们，就是以前的同学们，要一起回初中去看老师，然后我们就在门口等的时候，就有我们初中的那些人走过，然后瞥了我们一眼说，肯定是垫底的，或者是靠关系进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了要维系自己的尊严，维系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他可能可以无所用其极的用方式去做打压，他把你和他放在了一个比较，你的强就等于他的弱。就是类似的这种暗示，其实在生活当中其实有挺多。那我觉得就是跟我看那个《非穷尽列举》一样，就看一个话剧，就是他们俩都是大法官，都是那个律师，然后
都在律师行业工作，然后这个其中的这个女生，她就成为了大法官。然后在那个她的庆祝之夜的时候，她的那个对象那个男的就笑不出来，就一点笑不出来。然后这个女生为了安慰这个男生说，可能这是为了就是支持女性力量去做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男的，就他多么希望在自己说出这个时候能得到对方的回应是你本来就很棒，这个位置就应该你做的。但那个男生的反应是也许吧，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整个公平和平衡。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就是包括你的朋友还有你身边所有的人，他都是真的希望你好吗？或者是当你出现一个什么什么不好的事儿以后，你觉得大伙儿是高兴还是安爽呢？就人性其实很难说。就是说身边的那些人，他就是那个想不让兄弟吃苦，又不想兄弟开路虎。我说是吧？我希望我们横竖我们在一个动态的起伏里，就我们的关系不要出现这样大的差距，是我无法去不要吝啬于分享。然后就是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好的，你觉得会对对方起到作用的一些事儿。对，包括比如说我看你可以在场馆里面办演唱会，我其实也是很羡慕的。那我羡慕你太多了，我也羡慕很多呀。对啊，所以我感觉它就是一个掺杂态。我觉得就是确实不能差距太大，你要差距太大的话，必然会出现问题。就是在情侣方面也是。就是如果不在一个世界里，它就会有落差，就是会断层，然后就必然就会一起走不下去。你对于自己另一半的想象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没有想象了。完全没有吗？完全没有想象。因为我之前看你看那个呼啸山庄的时候，对，你还跟我说来着，说如果你说什么来着？如果此生没有办法得到这么纯粹的爱，就是我不是看那个呼啸山庄嘛，所以说它里面比较极端，它的那个爱情都比较极端，结果也比较极端。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他们彼此需要相互爱的那个是特别贪婪的。我会觉得就是不掺杂什么东西。就是我真的就想要你这个人，我很羡慕的。所以说，我觉得这辈子要是找不着这种人的话，那不谈也罢。但你不会觉得的问题是在于，因为他们没有彼此得到，所以他们永远都想要。可能吧。如果你得到了的，那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还想要得到。但最起码他最初还是喜欢的呀。所以所有的这些坎坷，其实是为他们的爱情去添彩的，让他能爱得这么激烈。就是反正他们从小嘛，的那个感情，一开始不明白不懂，到后来就才证实真的彼此有这个感情。那我觉得也是很美好的。就我的心中，就是我那天说我就是有那个伊甸园吧。就是希望比较纯净、纯洁一点。我会讨厌很多肮脏的事儿和想法。什么样的想法算肮脏呢？就如果一个人不爱你的灵魂，就爱你的身体，这算肮脏吗？算。与你有灵魂的交流。对，我觉得灵魂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有没有身体的，我都可以没有。我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如果只有身体的，你没有什么灵魂的，我会觉得真的，我比如说我在跟一个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他没有喜欢到点儿上，就对我的喜欢没有喜欢到点儿上，我会有这种明确的感觉。你是希望他喜欢在点儿上？我是希望，但是我又不希望这个点儿是我直接点出来的，那需要时间啊。但他可能甚至不会去探寻到这个层面，那就不对了。这个人，你在就是跟一个人交往，就是
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我最在意的是他能不能看到我的品质，他能不能知道，就假如说这个人跟你有可能性的话，咱们再聊这个现在你说的这个话题啊。前提是有可能性的话，我会在意的是他能不能知道他面对的这个人什么是珍贵的，什么东西是好的，他是不是真的欣赏我。如果在没有这个的基础下，我认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冲淡掉，会被时间冲淡掉。你希望他欣赏到的品质是什么？比如说，欣赏，因为其实你的正直，你的对于比如说热爱的东西的认真，这些其实都是蛮明确的。你会因为一些光环而对一个人好感吗？不会，我只会因为才华吧。因为我跟你相处下来，我会发现你不会主动的提可能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的阈值是很广的。就只要我们提出来一件事情是一个你好像没有尝试过的，你好像都会好奇，对，可以去做一做，好奇。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一堆陌生的人，要是你说走吧，咱们去唱歌或者是玩什么的，哇塞，我就不太感兴趣。但是姐妹们就不一样啊，干什么我都开心。哎，你现在欲望的最大所在在于什么地方？我希望我唱得越来越好。那这个就是通过练习是肯定可以。对呀，在研究呢吗？最想得到的还有就是睡眠。这个你真的值得拥有，我只能说，你确实太需要睡眠了。这个 Bad Omens 这是什么？音乐节现场。所以你会从他们的演出，就是你会在比如说我参考他们的一些演出，我认可他是因为就是我认为他是我近几年看到就是吼和旋律都超级棒的，唱的也贼好，吼的我也觉得好。我确实对这个音乐风格太久没有关注了，我现在听的还都还是我在11年左右听的那些乐队，他也足够听啊，也够听。然后还有学空翻和引体，你知道吗？就刚才这个乐队，那天我发现他以后，他其实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知道这个乐队。那天我发现这个乐队以后，我天都亮了，我一直就在疯狂的看他的视频，他所有小红书的视频全部捋了一遍，就我看到强的，就他能力特别强嘛。然后看到强的，我就你是一个很慕强的人，对不对？就特羡慕，就喜欢强，因为自己希望自己也是这样的。疯狂的看现场的视频，我觉得真棒，真的。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为了一个音乐而如此着急上瘾过了，所以我还挺羡慕你还有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是吗？你不觉得厉害的人很多吗？是很多，但是我不会像你这样上瘾，就是我今天晚上不看到他我就浑身难受。这最近的一个，就刚发现，主要是，其实这乐队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知道他。哎，你从来没有和音乐发生过争执吗？就和音乐发生如情人般的争执有过这种？和音乐争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发现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那么爱听他了，或者是你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和他是有缘的，有过吗？有啊，上2个月还有呢。我就在想，我真的是有才华吗？我真的在音乐方面我就是有才华吗？我真的是适合做这个东西吗？我甚至就是感觉就是遗忘自己了感觉一样。然后呢，那我就回去听自己的歌，大半夜的时候就天都亮了。我就老做这种事儿，我就回去听自己的歌，看自己的歌词，然后我就我听我们的编曲，我才想起来你不是一无是处，就觉得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觉得自己有没有才华，就是自己能不能干这个东西。我就回看我写了这么多用心的东西，即便有一些就是市场它不认可，即便可能全部市场都不认可，但是我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东西绝不是说我自己自娱自乐、自我满足，觉得我觉得它挺好的。我知道它里面有好的东西，它里面有不成熟的东西，有没有那么好的部分，但是它一定也有好的地方。
也有内容的，它也有进步。所以说啊，我那天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无是处。我也总是在深夜的时候，在我比如说写不出歌的时候，我总是会一遍遍的回听我自己之前写的歌。我有在想我怎么写出来的，但它确实就是我写出来的。你就感觉这一切像是一个无处寻找它的根源在哪的这种感觉。你像是就是灵感借你的手做出来的东西，就有这种感觉，就特别希望灵感天天造访，天天造访。你会有这种时候吗？就是比如说很难开始，就回避它。比如说要写词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时候。比如说我就是要写这首歌的词的时候，我就一直都不写，我就要回避它，直到我可能开始写的时候，我可能连续写7、8个小时，可能写更久，但是我要开始，就是我感觉很难，我就回避它。我也会有，而且我会觉得我需要焚香沐浴，就是我得找一个很完整的一天，然后我要认真真正的坐在那里，告诉我 OK 你要开始了，我才能写。但我后来发现它好像不是一个就是我坐在那里当做作业它就能出来的东西，是它好像是某一瞬间对出现的一个想法，哎，你捕捉到了，就像那个苍蝇，就不是也不是会有这种时候，有点侮辱灵感，反正就是它就是突然从你身边划过东西，我更喜欢这种了。就是你突然，你今天看了个电影，或者是你遇到什么事儿，或者怎么的，你突然有一个感悟，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好，你让我来吧，写吧，就开始要写的这个开始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这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就是努力，就是让我自己换不同的场景，然后有时候跟不同的人在一起，我就想说，这种不同的刺激是否可以产出更多这种灵光一闪的时候？对，肯定应该会的，肯定会的。我非常讨厌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接受不住别人的好，会怕别人对我好。你是对，好像我对你好一点，你会觉得就是你也会就是有一种消解别人对你好的或者别人爱的这种，就是我承受不住，不习惯。那你们用什么方式表达？也是反就是我就从小就是不是那么表达，不是那么明显，也都不是说在嘴上的，或者是感情经历各方面吧，反正就是我所认为我是需要找一个，其实我从小就是希望能找一个人，就是他特别在意你的内心，他就真的是关心你，他疼爱你的，但是就是至今没有找到这么一个人，就是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别人到时候对你好一点你就会特别感动，然后就会特别怕怎么就是你知道吗？你怕无法回应别人对你的爱，就是手足无措，就是那种的。但是现在就锻炼的就是好多了，好多了，就是硬着，对，就硬着，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特别冷的天，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围巾摘下来给我，我会觉得哎呀，你不冷吗？你别给我，然后呢我就被别人批评了，然后就说梦姐你不能这样，你得接受别人对你的好，因为他这样对你的话，他也是愿意的。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他们劝我也是这样，就是在人家对你好的时候，其实这是他自己快乐的方式，是你不能阻止别人获得快乐。对，我当下我真的我就是那一刻我确实是明白不少。所以我对你好，你现在也可以心安理得了接受了，对吗？比如呢？我对你不好吗？哎呀，他又来了！你刚才说谁？你还说你妈就是在外说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现在又自己在说我对你好，我对你不好吗？那我是因为跟你熟我才这样吗？就是你有时候你会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本来有点腻歪的氛围给破解掉。
腻歪吗？有一点吧。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你，我比较期待你会问我什么问题，咱们会聊什么？你有对我好奇吗？一点点都行。你对我都没有好奇吗？有，你看，死去的记忆回来了。我是特别好奇，就是比如说你是真的是特别爱玩游戏是吗？就不是指你的手游哈，就是在，因为咱们平时聚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你都在玩不同的游戏嘛。是真的就是乐在其中玩，就真的是爱玩游戏是吧？确实，我我想想，从几年，27、28岁开始沉迷的游戏。那我跟你讲，你是我身边唯一一个留存的就是爱玩游戏的朋友。因为我整个时间跟人家错峰了，人家爱玩都是什么12、13岁开始玩，玩到大概20来岁就截止了。但是我在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游戏。那你愿意陪我玩游戏吗？我不是玩了吗？我不是玩了吗？遭到了嫌弃。主要你确实有点游戏黑洞呢，一会儿陪你玩点别的吧。明天你要去哪儿？行。行啊。你觉得我无聊吗？讲真的，我这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我在你心里排第几？喜欢。你安静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啊，我这个非常非常好，一个人自由，一群人自在，好像能接上。行，蛮不错。最后一个问题，10年后我们还会这么好吗？能。真有这个字吗？有。真有啊。有啊。能啊。行，你纯捧哏，我发现了。好，到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肯定是能猜到你大概会问一些什么问题。有什么静的时刻是你特别享受的？那完了，我刚才那个回答你这个可是，我现在只剩早点睡了。早点睡也不错呀。还行。